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周五直播。我们多了一位新的会员这个按照惯例发小扳手。这个马千岁感觉快要被安排去做三叉戟了。哎呀，马千岁的事情大家不要着急嘛，稍微有点耐心。跑完步回来老范和大家周末好。你这个这么早就赶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正好是8点整。关于马千岁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不是我们这儿能讲的因为毕竟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大家也搞不是那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川普跟马斯克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呃，就是不能说这个多少年不遇吧，但肯定也是前无古人的吧。那么这两个人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呃，我想的就是现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欢乐还是非常棒的。我们先看一段时间再说。点赞点赞，对，你们来了都点赞了没这个才想起来有直播，忘记抢沙发了。你看看，两个人都是翻脸，但是他西方人有的时候就翻着翻着脸，然后真的会坐回去这个他不像中国似的，整整就成世仇了。这个第一次这么前排好吧，刚刚开播就来了，欢迎。今天的安排就一个故事，第一个就是这个稳定币的故事因为呢，从5.1咱们就开始折腾稳定币，到6.1，然后各种稳定币上线，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该讲一期了稳定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咱们就可以闲聊一下了关于马部长的事情可以后面闲聊然后周末呢应该会对这周四去参加疯狂星期四氛围编程的这个事情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但是这个呢，应该会放到会员频道，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很多人创业的一些思路，甭管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严肃吧，但是给人放出来也不太合适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结论可能也不是那么正面，所以呢，这是周末的一个安排。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基本的安排吧。呀，塔主来了，一边加班一边听直播，你不是一边加班一边摸鱼吗？你这个话说的，如此不明觉厉的话题，蒋川参与一下，好吧？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或者今天唯一的一个话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稳定币正在快速向我们走来。近期呢，稳定币的大事件还是很多的。其实呢，稳定币已经跟我们打了很多年交道了前面还有很多算法稳定币，还有稳定币翻车、稳定币脱钩什么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但是呢，现在说，我们要去对稳定币进行合规化要对他们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以后各国政府准备认可这件事情了。稳定币原来一直属于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但是现在呢，各国政府认定稳定币的这个过程都在急剧加速因为大家在争分夺秒的抢夺这个市场一旦抢夺成功了以后的话，就是下一个美元下一个这个国际的核心货币就有可能跟着稳定币一起奠定因为谁支持稳定币，谁就会在未来的货币使用中占有主导地位。而现在的稳定币呢，其实还是美元稳定币占大多数那么可能随着美国对稳定币的支持美元会随着美元稳定币的大规模发展，在下一个阶段里头继续成为世界霸主，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那么最近的一些稳定币大事件是：第一，美国的稳定币法案，发行人取得联邦或等同州级或者等同标准的州级牌照接受银行级的监管这个是美国的要求。第二个，禁止无牌照在美国发行支付型稳定币这个里头支付型稳定币它要专门强调一下，
如果你这个稳定币就是一些投资型的或者一些财产型的，这个就不太管啊。支付型的你是真的可以拿来当钱使的啊，这个你必须要有牌照才可以在美国玩。第三，明确支付型稳定币需要1:1足额有高流动性资产储备支持，储备限于现金、联邦存款、活期存款、短期美国国债，就是93天之内的国债，以及回购协议，仅投资上述资产的货币市场基金啊。你是如果有些基金啊，我是买了这些资产的，你也可以去买。对吧？那么这是美国对稳定币的要求。法案还禁止向稳定币持有人支付利息和红利，对吧？你不能说我拿了一堆 USDT、USDC， 你就给他们发利息，这事儿不行啊。因为什么？这是银行干的事儿。如果给这个稳定币的持有人发利息的话，就相当于是抢银行的储蓄了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发行人必须定制赎回政策，确保持币人可以按照面值及时赎回啊，你任何人去赎回都可以赎得回来。每个月要公开储备报告，经高管签字和审计确认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审计报告是假的，高管要去坐牢，审计要去吊销牌照，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保障的。稳定币不享受 FDIC 存款保险，你玩稳定币搞丢了，没人管你啊，这个是美国的稳定币法案。现在众院参院两个，应该众院的是稳定币吧，参院的好像叫 Genius 法案啊，大家都差不太多的，走的都是这一套标准，就是啊你要去持牌，要接受监管，要去这个1:1存美金啊，然后要去买美债啊，要讲的是这样的一套东西。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大事是什么？叫 Circle 上市了啊。Circle 呢是 CIRCLE 啊，这个公司上市了以后直接翻了倍的涨啊，涨得那叫快。而这个 Circle 是干嘛的呢？是 USDC 的发行人啊，是全世界第2大稳定币的发行商。实际上第一大是 USDT 啊，第2大是 USDC 啊，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几个稳定币发行商发的都是美元啊。第3大稳定币发行商大家知道是谁吗？ PayPal 啊，他们发的东西叫 PYUSD， 是第3大稳定币发行商。Circle 呢是第一个合规的稳定币发行商啊，比 USDT 要合规。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1:1的买的美国短债。那么这种上市公司它市值是哪来的呢？对吧？你像我，你存了$1进来，我把$1的这个 USDC 发给你，然后呢，我拿这$1去这个做投资去了啊，大概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它的市值呢是来自于这个叫什么？就是他去买美债的那个收益啊，它是有利息的，但这利息它又不能发给这个持币人，所以呢，这就属于股民可以去得到的利润。啊，这个 USDC 啊，是或者叫 Circle， 它呢自己还是挺挣钱的啊。一方面是买了大量的美债呀也好，或者是这种固定存款呀或者短期存款呀，他买了好多这种东西都是有利息的。那么 USDC 的一些交易和流通的过程呢，也会有一点点手续费，对吧？但是很多人说利息和手续费能有多少，都是很少的嘛。像他们这种啊，做一次跨境汇款可能也就是$1或者几美分的这种手续费，你这玩意儿能收多少呢？对吧？但是人家第一个量大啊，这个是$600多亿搁在里头搁着啊，你甭管利息有多低，而且现在还是一个美国高息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利息收入还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二个，它交易非常频繁，对吧？这个积少成多，聚沙成大，所以这公司特别挣钱啊，很多人都愿意去买他们家的股票。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说哎，我实在搞不清稳定币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东西干嘛使的，没问题啊，去买他们家股票也能稍微挣一点点。因为呢，这个 USDC 也好 ，USDT 也好，这种稳定币，它呢是流通速度、流通效率、流通成本都是要比正常的法币要有巨大的优势的啊。那么，如果它的整个的盘子变得更大，这个交易更频繁的话，他们会变得更挣钱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下面呢，就是香港稳定币法案也通过了，而且它这个通过方式很逗啊，叫3读通过啊，读写的读。当时我看这名字的时候，我说什么叫3读通过？是不是欢呼通过的意思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说不是啊，这个东西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民主制度，就是一份正常的法案需要读3次才可以通过。第一次呢，就是说，哎，我现在有一法案拿上来了啊，我们先看一下标题是什么，看一下格式是不是正确啊，没什么毛病啊，就要一读了。
然后二读呢，就是详细讨论啊里头有什么条款，而且呢，在二读的过程中啊是要接受社会意见的啊，不是说我自己读完就完事儿了啊，社会上大家都可以提意见，提完意见以后，然后要去立法会啊，香港叫立法会去投票，简单多数通过就可以做二读。然后等到三读呢，就是我们最终对全文进行表决投票啊，也是简单多数通过，算是一种比较正规的民主制度啊。所以专门要强调说，香港稳定币法案是完完整整的走完了啊，叫三读通过的。那么香港稳定币呢，现在也马上要去做，因为它现在有3个稳定币啊，其中有一个比较有趣啊，叫京东稳定币啊，就是我们平时买东西那京东。他们呢发了一个叫 JD-HKD 的一个稳定币，啊，它呢是由京东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叫京东币链科技发行啊，他们是这个公司来去发行的啊，货币的币啊，链条的链，主要呢用于和全球供应商进行结算。你比如说京东，我到这个巴西去买什么东西了啊，或者说我把什么东西卖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京东的香港稳定币直接去结算，结算完了以后呢，秒到啊，而且基本上没有成本啊，它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香港的稳定币和香港的这个香港跟稳定币相关的股票呢，也在开始疯涨啊。其中有最逗的一个是光大啊，光大他们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那个 Circle 的一个早期投资人，说你们投资了他们啊，干得很棒，一定要涨。这个其他所有跟发行稳定币相关的股票都在上升。那么现在最大的2个稳定币，一个是 USDC， 一个是 USDT 啊。像我们一般讲使用的多的都是 USDT。那么它们2个有什么区别呢？稍微跟大家普及一下 ，USDC 呢是由 Circle 啊，刚才我们讲的刚上市的公司和 Coinbase 联合创建的一个叫 Center 联盟去发行的。受到美国监管，持有纽约州的叫 BitLicense 啊，就是这个纽约州的比特币的这种就叫比特牌照吧，它是持有这些牌照，可能还有很多个州的牌照都有，遵循更严格的合规要求，它要比 USDT 要更严格一些。截止2025年6月2日 ，USDC 的流通大概是610亿美金，储备呢大概是613亿美金，略有盈余。就这样的话，你随时拿着 USDC 去换美元是能换得回来的啊，因为它储备的比这个流通的量稍微大一点点。90%储备是美国的短期国债和隔夜回购，剩余的呢是现金。Circle 呢并没有持有任何的风险资产作为储备，对吧？你说我持有一个很高风险的东西啊，这个没有，全都是马上就可以变现的东西。通过银行可以直接进行入金出金啊，因为它接受监管的嘛。你可以到美国各大银行去说，我现在想把我的美元变成这个 USDC 啊，或者想把 USDC 换成这个美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USDC 在合规、透明度和储备安全方面都要更突出一些，符合偏好受监管环境的用户和机构啊，大家都可以去玩。那么 USDT 呢，就是我们俗称的 U 啊，就是很多人说，哎，你这个交易是多少美金啊？一般我们指的是美元的现金。但是呢，你说，哎，你这个交易是多少 U 啊？一般指的就是这个 USDT。USDT 呢，还有一个名字叫泰达币啊，因为它那个公司呢叫 Tether 啊，叫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完全是一个私营公司发行的，注册地呢也不在美国啊，它是一个离岸的管辖区，透明度不是很好，监管审查呢也相对宽松一些。曾经因为信息披露不充分，受到纽约检方的调查，并还罚了款了。储备是1493亿美金，流通的 USDT 呢是刚才说错了，储备是1493亿美金，流通的 USDT 是1437亿美金，也是这个略有盈余啊，这个都是会多储备一点，少流通一点点。然后它储备的钱都是什么呢？大概是985亿美金，就是66%是美国的国库券啊。另外呢，相当比例购置的是这个隔夜和定期回购协议啊，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存款这一块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当的这种储蓄。还有一小部分是高风险资产，刚才我们讲啊 ，USDC 是没有任何高风险资产的。
那么 USDT 里头有15亿美金的比特币啊，这个东西，大家每天看这个上蹿下跳的这个价格，对吧？这是高风险资产。然后另外呢，有34亿美金的黄金啊，这个黄金呢，它至少在美元这块的定价也是最近波动的很厉害嘛，所以也算是一个相对于美元来说稍微有点风险的一个资产。还有一少部分的商业贷款和企业债券。曾经有传言说，USDT 买过恒大的这个企业票啊，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确认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所以即使是买了的话，占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因为呢，它不怎么受监管，所以有很多的 OTC 交易是在这个USDT 上去跑。因为 OTC 的话，就是我们在柜台之外去做交易。而这个 USDC 的话，它是受监管的，它尽量希望你到银行去直接做柜台交易啊，这个是有差异的。所以 USDT 呢是规模更大啊，时间更久啊，它是更有年头了，流通性更强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里头真的有很多的匿名账号啊在里边干活，是全球加密交易中的这个主导地位的一个稳定币。许多的交易所都是用 USDT 来进行计价的，因为你说，哎，我这是比特币啊，那边以太坊还有各种的这个币，到底值多少钱呢？他们不会记说这个东西值多少美金啊，都是记这个东西值多少 U 啊，也就是 USDT。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统治地位的现金。那么美元的稳定币发出来以后，是不是可以解决美债危机呢？因为刚才讲了，说你这个稳定币上来以后，必须去买美债啊，或者说这个93天以内的短期美债啊，那么是不是可以把美债危机搞掉啊？这个川普跟马斯克现在正掐呢，说36万亿美金不够玩了啊，说现在准备大美丽法案彻底解开，说我们想发多少发多少，走这条路，对吧？这个稳定币是不是搞这个的啊？这个美国政府是不是又一盘大棋了？怎么说呢？稳定币确实会购买短期美债啊，这个没毛病。但是呢，仅限于买短期美债，93天的啊。你说我这是1年的、5年的、10年的，对吧？这个事儿你是不能用的啊，这个不允许买这些东西。而且像川普政府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么高的利息啊，就是美联储没给他降息嘛，他要想再发美债的话，一定要想办法用长债替短债，对吧？你不可能说我现在不停的发93天的，这不是饮鸩止渴嘛？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那么稳定币是救不了美债的啊。这个虽然要求他们去买，但是救不了啊。原因就是只能买短期的，不能买长期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它量太少，对吧？刚才我们讲了，这两个最大的加起来，也就是2000来亿啊，加上其他的几个，可能也这个到不了1万亿的一个水平，对吧？可能有个3000多亿，也就这种水平了。这个跟36万亿的美债比起来的话，完全是杯水车薪，根本就解不了这个问题啊。那么美债稳定币跟美元的这个霸主地位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有人说啊，现在我们使用美元稳定币了，对吧？这个美元就不行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美元踢出这个交易里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现在主要的稳定币都是美元稳定币啊 ，USDT、USDC，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 PY、USD 啊，这是前3名的稳定币。这个 PYUSD 大概占整个的稳定币市场4%啊，它就占第3名了，前两个是最大的。稳定币交易要更灵活，交易效率要更高，交易成本更低。由美国政府背书以后，必然会在很多自身货币并不是特别稳定的国家以及跨境交易中大行其道啊，这个是一定会带来这个影响的。稳定币的合法化算是强化美元霸权的一个过程。你比如现在有美元稳定币，有欧元稳定币，有港币的稳定币，对吧？都有。那你现在我要做一个交易了，比如说对于2个南美国家来说，那我肯定用美元稳定币啊，或者对于一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我肯定是美元稳定币啊，绝对不可能说是我整一个什么欧元稳定币或者一个港元稳定币，这个没人去跟你玩这个东西，对吧？啊，所以美元稳定币的话，一定会让美元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啊更加占主导地位。所以啊，美国没有去搞央行数字货币，而是直接让稳定币合法化，这个绝对是一盘大棋。因为对于所有政府来说啊，面对这种区块链技术，都是有2个选项的。第一个就是我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就像数字人民币这种东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直接把稳定币合法化，或者是两个事情我一起做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想了半天说这个央行数字货币这事儿我就不干了，我就直接让稳定货币合法化就完事儿了。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说干这个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的啊。你想，美联储也是个私营机构嘛，对吧？既然美联储都是私营机构了，那我何必再给他赋权，让他们再去整一个这个数字美元，对吧？没必要了，直接把稳定币这个让它合法化就完事儿了啊，我让它合法合规啊，就让它跑起来了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美元的这个整个的统治地位啊更加坚固，因为所有的美元稳定币，它是干的什么？它是把美元存起来了，对吧？它是1对1的美元，真正发多少美元这件事还是美联储说了算啊，你不能说这个稳定币说我多发一点啊，这个或者少发一点，它没有这事啊，你必须是1比1的存起来。现在算法稳定币这个东西呢，好像在美国也没有说完全违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谁通过审核啊，据说审核极其严格，就是不做1对1美元这个储备的这种，现在还没有通过过。那么，既然美国选了啊，说我这个不做央行数字货币，去做稳定币，那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啊，这个稳定币跟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其实也是一种区块链技术，中国就玩的叫数字人民币，对吧？也是支持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呀、跨境交易啊、秒到啊，基本上免费啊，就是基本上你做跨境交易是不要收手续费的，对吧？这个都有，而且我们现在也在“一带一路”啊，在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友好的国家都在推这个数字人民币交易啊，你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用数字人民币直接在中国结算你想要的商品，买完了以后包邮啊亲，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吧？那么为什么数字人民币就没有这个稳定币好，或者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数字的央行货币啊，或者叫央行数字货币跟稳定币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啊。数字人民币叫 E-CNY 啊，这个名字是这样小写的 E。然后呢，它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央行啊，叫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啊。数字人民币是主权货币，这就是人民币啊。你说我是降息了、涨息了，然后多发都是货币什么的，这个数字人民币是跟它一起的。由央行直接发行且具有法偿性，就是由法律来规定我来去偿还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呢，我们说区块链玩的是去中心化，对吧？但是央行稳定币呢都是集中管理，分布是投放，我投出来确实是分布的，但是我管理是集中的。它呢不基于任何的公共的区块链啊，它不基于公链，它是完完全全由央行自己设了一套区块链的这个私链啊，在这个上面跑。在央行许可的经营机构之间运行。你说，哎，我今天想拿一个什么数字货币的交易所，或者我想去用一个别的什么样的产品就接进来去交易数字人民币，行不行？这事不行啊，不允许的。你必须在中国的央行授权的这些机构，比如说建行啊、农行啊、什么招行啊，哪怕是这个建行在什么印尼的这个雅加达的这个支行，你可以在那儿使，但你说我不在这个行使行不行？不允许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一定是在内部使用的。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必须在有中国银行或授权机构的地方，如果没有就不能用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在那南美洲的某个国家，我想去用这个东西，周围没有这个中国相关的银行，你就不能使这东西，是吧？你不能说我随便找个什么这个区块链交易所我就用上了啊，这是用不了的。在央行许可的机构之间可以运行啊，央行许可的，然后呢也可以做智能合约啊，就是数字人民币是可以做智能合约的，但是呢，它的智能合约类似于苹果的 App Store， 就是你想把智能合约提交上来，你必须到央行去审核去，审核之后才能上线，对吧？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的是许可式的中心化管理的，对吧？用于特定场景下的支付自动化。且需要央行和相关监督部门逐一审核把关。这个事情我还真试过啊，我去打电话到银行去问，我说这个我们有一个项目想去做一个这个跑步的镜子啊，就是一个镜子在那对着它跑步啊，健身镜。他们呢想通过数字人民币的方式做这个智能合约，你跑到多少公里以后呢，给你发钱啊，直接数字人民币给你发红包，这事儿行不行？我们想做一个这样的这个智能合约啊，这个事儿可不可以？后来人说我们不知道这事怎么做呀，这个我们听说过，但是自己也没弄过，也没有审批过，然后四处问来问去，然后不了了之了这么个事情。
对吧？后来还专门找人四处去到银行里边去问，这个说不要给我们找这个麻烦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场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稳定币呢，跟数字人民币或者这种数字法币就有巨大的区别了。稳定币呢是由私营机构发行的啊，就是所有的稳定币都是私营机构的，不是由央行发行的。它呢一定是锚定某种法定货币或者是资产，其价值依赖于发行人的信用背书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是央行直接规定啊，这是法偿的啊，法律规定的，我们可以去偿付这个东西就完事儿了，对吧？第二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稳定币是在公链上跑的，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稳定币都是在以太坊上跑的。这个比如说像 USDC 啊，前面讲的 USDT 都是在以太坊 ，USDT 呢还可以在更多的链上跑。现在呢，因为以太坊自己的交易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啊，而且交易的手续费也比较高，所以他们现在还在以太坊的这个链上一些索拉纳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链上也是可以进行交易的，但是呢都是公链。对吧？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些公链上去做交易所，你只要挂到这个公链上做交易所，你就可以使用这些稳定币。所以这个是跟刚才咱们讲的数字人民币有巨大差异的，对吧？它不需要任何央行的授权机构，都是可以交易的啊。甚至这个 USDT 啊，还有很多的 OTC 交易，但 OTC 在国内很明显啊，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瞎搞啊。智能合约也不需要审核，但是如果智能合约做里头有漏洞，有人把钱偷跑了，这种事儿在这个稳定币上是发生过很多的啊，它是直接在公链上运行，所以它安全性呢确实要比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要差一些，但是呢更自由啊，可以直接参与DeFi 的各种的交易。你比如说借贷啊，因为我现在有一些 USDT 存在里头了，我可以拿这个东西去选择借贷给别人啊，也可以质押呀，或者各种合约你都可以直接去做了。刚才咱们讲那个。数字人民币啊，这是不允许的啊，这个都是违法的啊。虽然也有要求合规啊，但是呢，这个反洗钱啊，什么 KYC 啊，就是说知道你是谁啊，在这个要求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很多交易所是有秘密账号的，匿名钱包都有啊，还有一些混币服务。什么叫混币服务呢？比如说吧，俄罗斯现在被美国制裁了啊，那我通过这个USDT。让俄罗斯给我付钱过来了啊，那么他从他的一个账号里付钱付给我，然后我要把导弹或者把什么东西卖给他，那么这个过程呢，美国是不允许的啊。一旦发现你做了这种交易，他会封锁你的账号啊，你这个账号就不能用了。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把这个俄罗斯账号里边的这个币拿出来啊，放到其他的一些这个交易所里边去进行混合的一些交易，比如说我把这个先投资到这里，然后再投资到那里，然后折腾一圈回来以后，你就不知道它是从俄罗斯这个账号出来的啊。当然，混币这个事情在美国是违法的啊。一些机构一旦做混币的话，在美国会被罚的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但是混币服务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还是有这个是不了现在美国通过合规的方式让合规啊 ，NFT 是一个。那么咱们比较几种不转账区是 SWIFT 最常用的，是又慢又贵啊，而且还有各种中间行。那么在这样的这种现在还是主流的一个跨国转账方式。如果涉及到这种货币转换，比如我从美元换欧元，从欧元换人民币了，那么还有很高的手续费。那么俄罗斯被制裁了，那么就被踢出 SWIFT 的网络，任何人没法向俄罗斯付钱，俄罗斯也没法往外付钱啊，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 PayPal 啊 ，PayPal 呢便宜一点点啊，它要比这个 SWIFT 便宜，但是呢其实也挺贵的啊，但是快啊，这个 SWIFT 经常是按天算的，各种可能会这个几分钟啊，或者是基本上几分钟是能到的吧。啊，然后可能收个几美金啊，10几美金啊，就把东西给你汇过来了。但是 PayPal 呢也是要做合规审查的，一些欺诈性的账目也是有可能会被锁住的。而且 PayPal 呢现在在努力的推他们的叫 PYUSD 啊，叫 PayPal 稳定币，也在很努力的推行。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数字，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啊，这个呢绝对秒到啊，你这边
一摁确认，那边可能1-2秒钟就绝对到了啊，最慢大概7秒钟到了，基本上是零手续费。但是呢，必须在央行授权的机构进行，而且要接受外汇管控，反洗钱啊，这个一个都不能少。税务相关的记录也是相当清晰的啊，你拿了多少钱啊，进了哪个账啊，是不是给人开发票了，怎么交税啊，这块很明白，基本上是实名可控的一个方式。你说我就是正经生意，对面也有这个，比如建设银行也有这些东西啊，你其实是可以做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啊，这个没有问题，效率更高。而且更安全啊，不会有其他的这种乱七八糟的，比如说中间被人把钱劫走了，钱包丢了这种事儿都不会出现啊。所以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的。然后最后就是稳定币啊，稳定币呢跟数字货币其实有些地方是很像的，它可能稍微要慢那么一点点，它比数字货币要稍微慢一点点。毕竟你是在公链上跑嘛，费用呢还是有啊，但是也很少。他们汇一笔钱的这个费用大概经常是1美分、2美分啊，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但还是有啊。但是呢，这个是稳定币交易是有这个被拒绝或者封闭钱包的这个风险的啊。刚才咱们还是讲俄罗斯这个事儿，比如说啊，你从俄罗斯接到了一笔 USDT， 接到了以后呢，你甭管东西给人什么了吧，但是如果被美国发现了啊，因为你既然在链上嘛，所有的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啊，区块链上的所有的都是打成一个包啊，挂到这个链上去，那美国政府就看到了，哎，你从一个俄罗斯标注的这个钱包里头得到钱了啊，那他就会把你的账号也给你封闭掉，他会直接向这个在美国的这些交易所发消息说这个人跟俄罗斯交易了啊，把他封掉，并不是说把他踢出 SWIFT， 然后大家就可以用这个稳定币开开心心的去交易了啊，这是不行的。然后啊，像你去做 OTC 去换 U 啊，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有问题。有一些 U 呢就是脏的啊，这个什么就是从俄罗斯出来的或者从赌场出来的，这个地址是脏的，然后这些地址出来的 U， 你再要到这个其他交易所去干活的话，就有可能把自己的钱包直接封掉啊，这个是容易出事儿的。所以稳定币交易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税务方面呢，现在有一些法律规定了啊，就是说你通过稳定币做一些交易了以后，应该如何交税？有些国家开始有，像美国就开始有相应的一些规定。这块没动啊？为什么？对于稳定币收税要求不一致，不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就稳定币这种货币啊，你拿稳定币挣到了钱了啊，比如说你多挣了50个 U 啊，那么你应该怎么去收税啊？这个它是有的。有些国家呢认为稳定币啊，它不是货币啊，它是个资产，就相当于你买了个股票似的，对吧？那么这个啊也是一种新的计税方式。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啊，稳定币完全违法，对吧？那么这个你说你怎么去收这个税啊？你说我收到了多少多少 U 啊？那这个你如果赶到国家去报税的话，直接就做成非法所得给你没收了，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所以关于稳定币收税这个事情呢，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那么现在呢，国内也在惦记这块市场，因为我们想去打破美元霸权，对吧？美国人又这么坏，直接把这个 USDC 给合法化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元霸权更加稳固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干脆整了一个香港稳定币出来。但是香港稳定币呢，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位置呢非常尴尬。为什么呢？我们想去延伸货币权益，打破美元霸权，这就必须要玩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刚才这个是没戏的啊，刚才我们比较过了。中国大陆境内呢，稳定币是违法的，任何人交易和持有任何稳定币都是违法的，这个事儿是不允许的，对吧？那么就只能在香港做。有没有想过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容忍比特币和区块链交易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吧？这个肯定是未来方向，全世界都已经认可这是未来方向，怎么中国就彻底把它收拾干净了？而且中国从最早就是比特币和区块链大国，对吧？生生的自断一臂，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去封锁、去围剿的话，哪轮上美国玩的东西啊？对吧？咱们绝对是老大。那么中国怎么就彻底自废武功？这事儿一定是有原因的啊。区块链这个东西呢，你一开始小打小闹，其实谁都无所谓，大家不管你。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做大，就必须要有比现代金融系统更加强大的合规审核能力，才能去玩这个东西，否则的话就没法玩，对吧？一个连公务员财产公开都没法搞定的国家，
任何合规审核实际上都是扯淡，对吧？规则搞不明白，我们现在连 A 股都没玩明白呢，更别说区块链了，对吧？所以封禁区块链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底层逻辑无法自洽的情况下，只能在上面玩一刀切。所以国家去封禁区块链这件事呢，我倒是持双手赞成的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人去进行确实的区块链审计，对吧？你也没有办法去审核一下，说，哎，你到底有多少这个链上资产啊？然后要出来公开一下，你都没法干。那你除了把它封掉之外，你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所以人民币只能把它封掉啊，这个是不能有的。这个里头呢，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真正跟美元可以去竞争、跟欧元可以去竞争的东西是什么？是人民币稳定币，不是港币稳定币，对吧？人民币稳定币才是真正有前景的东西，比港币稳定币要更有前景一些。因为稳定币的“稳定”两个字靠的东西是什么呀？真的是1:1的这个现金储备吗？你说我储备了一堆的这个什么尼日利亚的货币，储备了一堆的这个什么玻利维亚货币，这玩意儿能稳定吗？稳定不了的，对吧？这个稳定币的稳定靠的是经济总量在那儿撑着呢。比如美元稳定币，对吧？美元稳定币的总量只有美元 M2的1%，对吧 ？M2是什么 ？M0是现金啊 ，M1是加活期存款 ，M2是加定期存款，合一块是 M2，对吧？美元的所有 M2加一块是21.56万亿美金啊，然后呢，它的1%，也就是2000多亿美金，也这样的钱就是稳定币，所以没什么毛病啊，2100多亿美金啊，这个你再怎么折腾，你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来，对吧？美元是稳的呀。而港币的 M2有多少？港币的 M2只有2.42万亿美金啊，它是美元的 M2的大概1/10左右。你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去发稳定币，这个是很危险的啊！而且它对于经济的这个就是稳定币总量的这个天花板是非常低的。人民币的 M2有多少？人民币 M2可比美元多啊！人民币已经是连续12年全球第一的 M2了。我们是有45.39万亿美元的 M2。我们的人民币的 M2是美元 M2的1.5倍啊！这个虽然我们 GDP 现在还赶不上美国，但是我们的 M2的货币总量比美国多得多啊！这个当然我们的 M2的货币总量是超过我们的 GDP， 也超过很大一块的啊！这个是也比较奇葩的一个比较畸形的一个状态吧。全球化交易大部分其实买的是大陆的产品，并不是走的香港产品。你要在这个过程中专门走一些港币这个事情啊，专门换一面港币，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对吧？所以港币呢，这个做稳定币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无奈的一个选择啊！你人民币搞不定，你中国大陆又不允许拥有啊，这个违法，那你再去搞一个人民币稳定币这个事儿呢，就很麻烦。港币呢，它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是什么？它不是锚定人民币的，港币的币值是锚定美金的，HKD 啊，最后那个 dollar 是真的是美金，所以港币就是说，哎，如果发现美元对港币之间的这个币值发生差异了，它要去储备美元或者是抛售美元，让港币跟美元之间的这个币值是稳定在这儿的。实际上，港币的这个玩法跟稳定币的玩法很像啊，你们可以认为港币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啊，这个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它真的是存美元然后去做这个港币的。那么港币稳定币呢，就是在希望，在那些没有央行授权机构的地方走稳定币交易，让企业可以在香港进行结算之后，再把这个港币稳定币换成港币，然后再换成人民币，再进行结算继续运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港币稳定币，对吧？港币稳定币就是大陆和人民币体系与区块链公链之间的一个隔离带啊，所以稍显尴尬。再往后呢，咱们说一嘴啊，说这个稳定币跟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在中国大陆，交易和持有稳定币都是违法的啊，这个一定要强调。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没有为稳定币交易留出合规空间来啊，刚才这个原因也解释过了，不能再重复了，对吧？使用 U 可以拓展链上的这个投资理财渠道，可以参与更加丰富多彩，当然风险也更大的这个链上理财啊，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不在大陆啊，你说我有一些 U 啊，或者是 USDC 都没问题，你都可以到链上面去做那些理财啊，他们确实收益更高啊，但是风险也更大。
如果你说我实在承受不了风险啊，也没事儿，去买 Circle 的股票啊，这个也是挣钱的。你想 Circle 股票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就是我收到了这个美元，然后我发这个 USDC， 发完了以后，我把这个收到的美元去买美债啊，买完美债93天这个到期了，我挣一笔利息回来，然后跟股东分红啊，它就是这么挣钱的，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稳定币对于币圈玩家到底意义什么？啊，他们呢原来其实一直在用啊，币圈玩家一直都在用稳定币，但是呢，稳定币在美国啊，在香港这些地方合法化之后，更多的交易就不再是以比特币和以太坊来计价了，而是可以用 U 来计价了。我记得原来投项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币圈基金和币圈项目啊，就是我们创业了，我们是做这个区块链相关的这个创新，啊，或者是由区块链相关的这种加密货币来组成的基金去进行投资。他们呢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啊，他们是必须用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来去计价。你说你项目值多少钱啊？一个项目20个以太坊啊，或者值这个2个比特币啊，它是这样来去计价的。但是这个呢很麻烦啊，因为这个甭管以太坊还是比特币呢，他们的这个币值的这个变化呀非常非常的大啊，波动非常厉害，所以这块是比较麻烦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就统一都用 U 来去计价 ，USDC 去计价，因为呢都是美元嘛。那么一些相对合规的资产就可以落袋为安了，那些不合规的咱们就不研究它了，对吧？它给了这些原来币圈的玩家一些可以合法合规的把这个东西交税啊，然后把它落袋为安，自己去消费的一个机会吧。啊，那么完税证明这种东西，就是资产合法化的一个保障。现在很多的资产都是可以通过稳定币的方式来去锚定，该交税交税，交完税以后就可以合法化的去自己消费去了，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稳定币对于企业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跨境交易肯定是更便捷、更高效，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币圈也去投资理财啊，而且也可以通过币圈呢去和 DeFi 进行一些融资和拆借啊，这个事儿都是可以的啊。你跟币圈说了说，哎，我现在这个需要一些钱去做生意啊，然后就走一个自动合约啊，或者说这个智能合约，你就可以借到钱去做你的生意啊。这个事儿对于企业来说，你整个的融资渠道一下就变大了很多啊，这是对于企业。然后呢，稳定币呢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目前只是开始。虽然稳定币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可能快有10年了啊，但是呢，现在合法化了，它就会彻彻底底的去影响社会经济了。原来的稳定币就是币圈里边一帮人在玩，现在呢，想要进来的人还非常非常多。虽然现在USDC 已经合法化了，然后刚才我们讲了 PayPal 也是合规化了啊，马斯克是马上要去做。一个是 X Money 啊，他现在准备把稳定币也直接放进来，而且以后他要通过 X 直接去支付，他要做一个东西叫 X Pay。然后扎克伯格也准备卷土重来。2019年呢，他做了一个稳定币叫 Libra 直接被叫停了，说你这个东西有点野心太大了现在说，哎，既然别人都行，我也行我要做一个新的稳定币叫 DIEM，现在正在抓紧测试，可能近期就会上线。你想马斯克跟扎克伯格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几亿用户马斯克有几亿，扎克伯格有好几十亿用户，对吧？一旦他们把自己的稳定币上线了以后，这个就是完全翻天覆地了PayPal 的 PYUSD 这种稳定币现在已经合规了。PayPal 现在很强的在哪儿？就是它有一大堆的商家，对吧？它有2000万的这个账号在上面这个也是它要比这个USDC 要更加的触达这些商家的一个能力，对吧？那么现在的话PYUSD 在 PayPal 的跨境支付中的使用率是18%，东南亚和拉美市场增长显著。截止到2025年的5月份 ，PYUSD 的市值是85亿美金，占整个的稳定币份额的4.2%，仅次于 USDT 和 USDC 是第3大这个是很厉害的。然后 Strip 是 STRIPE，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算是稍微有点去中心化的一个支付接口，对吧？它呢有稳定币的支付接口它可以在这上面直接支付 USDC， 这个都是允许的。然后 Strip 的这个
自己的稳定币呢，现在也在开始测试了，准备自己发行。苹果 Apple Pay 是已经跟 Circle 合作了，可以直接通过 Apple Pay 去购买这个 USDC 也可以用 USDC 进行支付。欧元呢也在玩有一个叫 EURC 的东西这个东西是 Circle 替欧元区发行的稳定币，那么也是1欧元换一个 EURC， 然后发完了以后，在欧元区买一个当地的这种债券或者是短期的这种这个储蓄也就可以产生一些收益了这个也在搞。由于交易效率的急剧上升，原来没法做的交易现在就可以做了。你比如说，我原来需要做0.0001美分的这个交易，原来是没法做的那么现在有这种 USDT、USDC 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而且做完了以后，它都可以基本上用零延时、零手续费的时候，这个条件下，你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交易。那么这就相当于是微支付了嘛？社会形态是会发生改变的。稳定币原来一直是币圈内运转，现在美国决定将这个怪兽放出来。如果交易方式被改变了，新的经济模式就会建立起来，可能还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新的架构正在逐渐成型。好，最后总结一下稳定币时代确实是来临了这个不是以稳定币来临，而是以合规化稳定币来临为标志的稳定币时代来临了。稳定币跟数字法币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数字法币有非常非常大的劣势，稳定币的话，在这块基本上是可以碾压的。港币稳定币略显尴尬虽然现在我们确实发出港币稳定币来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办法直接发人民币的数字稳定币没有办法直接发人民币的稳定币所以港币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顺畅吧。然后合规稳定币会改变很多东西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形态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看看大家在讲什么。对，难得塔主来这么早。这个塔主有时候是中间来，有时候是晚一点来。是真的碰上了这个就是挺好。Circle IPO 应该是应当抢一下的。对，你现在再冲进去，是不是依然能够挣到这个钱就不好说了来晚了不可，没事儿。昨天这一出带来的效果是大统领上任后最好的，估计后无来者，直到他下去这个，反正我觉得马斯克也是个挺开心的性格吧。晚上好点赞点赞，欢迎。塔主早上起来没吃上一口昨晚大统领和马亲王互撕的瓜。塔主在国内呢，现在，我觉得，要是大美丽法案通过的话，美元在以后30年应该会崩掉，是需要迭代换一个稳定币种了，这个没法换。现在稳定币法案基本上把稳定币设置成了一种完全从属于美元的这个币种，就是它没有能力去说我增发或者发利息或者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的。对吧？这个就是美元允许它去，就是美国政府允许它往前走的一个大的前提条件。英文名是什么为什么叫稳定币 ？USDT 不稳定USDT 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听了3年了，充个会员冒个泡欢迎欢迎。东哥说了，是兄弟就来炒币，你在国内敢炒这事儿就费大了我在大广州听了这么大的瓜，立刻赶上一杯煲汤，好吧。在广州饮茶鲜了，对，要喝这个早茶晚茶。USDC 不就是美金吗？真正的去中心化
或者至少是反对美元霸权，那当然是直接用加密货币结算。现在是这样，就是算法稳定币呢，翻车实在翻的太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呃，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绑定的话，还是太考验人性了啊。你像韩国的 Luna 币，就是翻车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你所谓的发算法稳定币，等你这个发出去的钱交易了以后，就相当于有人在印钞啊，这个事儿是任何的政府都不允许的。这2天早茶、下午茶、按摩、逛街，简直不要太舒适。哎呀，羡慕死了，我也想去，对不对？比如进口一个苹果手机0.1个比特币，这样啊，否则谈什么去美元霸权？这个苹果手机本来就是咱这儿生产的，对吧？现在全球都在比烂，都只能是说谁相对不烂啊，这个就什么东西啊？数字人民币还有人用吗？我这儿还真的有数字人民币钱包啊，我手机里有，但是从来没用过。我有一次去买东西啊，这个上超市去支付，发现居然支持数字人民币，哎，我说我要试一下，然后我就转了点钱进去，然后去支付去了，结果这个超市收银员也不会用这个玩意儿。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事儿闹明白了，开始支付，然后大概是用了，至少得10几20秒才支付成功啊，就是它这个反正不是那么好使。来了点赞，欢迎啊，卡了，对，中间好像是有一点点卡，但是它反正卡一会儿它就会好啊。现在这个网络就这样，就是卡了一会儿，然后可能过个10秒钟左右，它就自然就好了。不看留言区，自顾自的硬讲。这个我一般讲的时候都是会开开心心讲完啊，讲完了以后再去看留言区。好了啊，又完蛋了，是我卡了还是对我这儿卡了？对，这卡还能做成切片吗？应该可以吧，我去试试啊，这个回头我去试试。我看也卡了，什么时候卡啊？现在不卡。对，它反正一阵儿一阵儿的。这币的交易平台是什么？你说的是 USDC、USDT 吗？就是你任何的或者大部分的这个交易平台都支持使用这些币进行交易啊。P2P 诈骗太猖狂，是的，但是怎么说呢，在国内有很多事情吧，它就没法完全按商业的方式做，所以查不过来，就干脆是给你都封掉，不封锁外汇储备快没了啊，这个，哎，反正我觉得不封锁很多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港币不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吗？啊，这个还不太一样。港币呢是通过精确操作让它稳定在美元上了，但是它并没有做1:1的这个对应。如果做的话，应该是1:1。虽然现在可能是一个美元是可能是8点几还是9点几港，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按道理应该港币应该做2美元啊，并没有做这件事儿。深入画面一个小改，我都卡了。这家伙讲话是没刹车的，讲到了天塌了也要讲是这讲之后是短的，大概等个真的卡嘛，大概是等个5到10秒钟。反正最近的网络都不是特别好啊，大家研究就原因就不用去研究了，是没办法刹车，因为之后要切片视频。是的，切片视频应该是从本地存储，它是有一个本地存储，我到时候会把那个本地存储的档拉出来。这个刚想了解啊，你看又不卡了，这边又好了。那么数字人民币会凉了吗？也不会啊，它还是会接着走。只是呢，因为就国营的这种东西嘛，或者说国家的这套东西呢，它就大家都是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它推进的过程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A 股周一反倒涨了一波数字货币，是的，就是各种跟它相关不相关的都会稍微涨一点点吧。
人民币没有稳定币问题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毕竟大家背后的财务中心还在香港，没有看过国际公司直接从新加坡 SGN 或者 BVI 直接进入中国大陆的，挺多都是从新加坡直接进来的啊。像我们，大概是在2019年之前啊做的这种VIE 架构呢，还是在香港设立运营中心啊，在2020年以后吧，基本上在做 VIE 都是设在新加坡，不再设在香港。稳定币是中心化的吗？不是啊，是去中心化的。不知道以后 USDT 会不会变弱？我觉得不会啊，因为稳定币里头还是会有大量的灰色交易，而 USDC 的话，它就会跟 USDT 并存吧。国内也不让炒币，看来大家都没啥兴趣。今天观众不多，可能很多观众压根都没爬上来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加密圈各种项目圈钱跑路太频繁，各种钱包经常被黑。是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了。今天实在是有点卡啊，稳定币的交易效率是怎么实现的？就是你在链上直接交易嘛，特别是现在 Solana 这种链，它的效率还是非常高，而且交易的这个手续费也很低啊，gas 也非常非常低。你像这个川普他们家发迷因币，对吧？川普币都是在 Solana 上面去发的。出现这种卡顿啊，这个就不知道，咱们不用去分析原因啊。身边唯一能看到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就是网购有支付选项，没见过有人用过啊，我是真用过一次。又开始卡了，是的，今天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卡啊。各种冷热钱包经常被黑，是的，就是如果你交易很频繁的话，确实容易被黑。老范的 Discord 群啊，最冷清的就是加密货币板块了。是的，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炒币，而且呢，很多炒币的人进来都会被我踢出去啊，所以那个板块就相对来说比较冷清一点点。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么卡顿我们就不再继续讲了啊。现在京东买 NS2当天就能到，有想法？哎，当天就能到吗？有想法啊，我准备明天找个店里去看看啊，然后再去决定是不是买。这个 NS2现在关键还是没什么游戏，我确实有点想去买一个 NS2，也不是很贵嘛，虽然比 PS5还是要稍微贵一点。但是买回来以后，至少可以把塞尔达两个版本再都打一打，这个还是蛮开心的啊。就在京东香港旗舰店买就行啊？是吗？我先到店里去瞅瞅，然后比较一下价格，然后最后再决定怎么弄。鸡蛋冠名你买了没？其实真的好奇，到底有这些，其实真好奇，到底有这些币以前就是炒欧洲的，好吧，有用啊，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 NFT 啊，这样都可以什么，马车实在没啊，开始卡了，这个真的挺啊，这个不知道川普的川普这呢没看到的，说啥了？是首发就好吧，估计加上4、5天啊，还是要时间的。大家以前在也就是打荷兰的这个啊，就不是我了解在美国怎么来，因为美国原来对这个买这件事还是有限制的，实在是卡啊，我就不跟你啊不来论了。官方第一批货没发啊，我看网上视频领上，现在没有第一方游戏，是的，是太卡，就
今天先到这里吧，下个礼拜会好啊。那么感谢大家，周末愉快。今天非常